前排 Six Station 推出咗劍道運動科學系列，係第一炮研究過劍道嘅 footwork， 結果發現都唔錯喎。如果你仲未睇過嘅，記得去睇翻啊！今次我哋再接再厲，繼續同大家以運動科學嘅角度研究下握劍同埋 Tenno-uchi 嘅秘訣。為咗講呢個主題，台長又為大家睇咗幾廿篇有關嘅論文，內容真係獨家㗎。咁大家記得俾多啲 like 支持下台長啦。Six Station 傾運動說故事講歷史 ，Let's go！ 握劍真係學習劍道嘅第一步。台長仲記得初學劍道嘅第一日，當時身上仲係着住便服，先生已經教我哋要點樣握實把書鞋。其中最特別嘅就係叫我哋用左手嘅無名指同埋手指尾握實書鞋，而食指同埋手指公反而要放鬆啲。你知唔知呢個訣竅喺劍道上已經有超過100年嘅歷史呢？喺昭和劍聖高野左三郎喺1915年出版嘅《劍道》一書入面，就提到握刀嘅方法。握刀嘅方法嚟講，右手要去舒拔少少，左手就握住刀柄，把柄頭低掛喺手指尾一半嘅位置。宮本武藏喺1643年所著嘅《五輪書水之卷》亦有提到，態度嘅握法嚟講，心態上要令手指公同埋食指微微浮起，宗旨要做到嘅就係唔收緊，亦都唔放鬆，而無名指同埋手指尾都要收緊握實。所以小指半掛基本上就係握劍嘅金科玉律。終於到咗某日，台長有機會同先生探討下點解要用無名指同手指尾握劍。其中有一個係實用嘅原因。當我哋要做 ski 嘅動作，先生話要用手心末端用力推把書鞋出去。要做到呢個動作，手指尾必須半掛喺劍柄嘅末端。如果手指握住喺較前嘅位置， ski 就會唔夠力，唔夠 sharp 啦。另外一個原因就同運動科學有關啦。喺運動科學有所謂動力鏈 kinetic chain 嘅概念，源自於機械嘅理論。簡單嚟講，就係身體好似一部好多齒輪嘅機器，唔同部分都會產生動力。最理想就係用全身嘅動力去完成理想嘅動作。劍道同大部分運動一樣，例如棒球，都係想將身體軀幹 core 嘅力量傳送去手部嚟揮劍。譬如有研究發現，網球員嘅發球有51% 嘅總動能同54% 嘅力都係源自下肢、盤骨同埋軀幹，只有25% 係源自手腕同埋手踭。呢啲力量傳送就要用到身體嘅動力鏈啦。原來人唔同嘅手指其實係連去兩組唔同嘅肌肉系統㗎。運用食指同埋手指公嗰對肌肉對呢，就係橈側屈腕肌 FCR 同埋長短橈側伸腕肌兩組 ECR。而運用中指、無名指同埋手指尾嘅嗰對肌肉對呢，就係尺側屈腕肌 FCU 同埋尺側伸腕肌 ECU。四肢嘅肌肉呢，通常都係一對對嘅，一屈一伸，所以你會見到屈肌同埋伸肌兩種。而橈骨同埋尺骨呢，就係前臂嘅兩條骨，大家自己都可以摸到噶。連結食指同埋手指公嘅 FCR 同埋 ECR， 主要連結去上身前方嘅胸肌等肌肉。至於連結無名指同埋手指尾嘅 FCU 同埋 ECU， 就主要連結去腰背位置嘅背闊肌。背闊肌就由 core 伸展出嚟，係揮劍或者掟波呢一類動作嘅動力來源。所以手指尾同無名指收緊，可以有效激化協調 core 力量嘅動力鏈，而放鬆食指同埋手指公呢，就可以幫助上身嘅肌肉放鬆，反而可以令動作更加清脆。呢個就係握劍要小指半掛嘅科學解釋啦。講完小指半掛，就梗係即刻講埋 Tenno-uchi 啦。Tenno-uchi 嘅方法都一樣有古典文獻支持。高野左三郎喺《劍道》一書入面話 Tenno-uchi 咧，要好似握住雞蛋一樣咁輕柔，然後你好似扭茶燈咁樣扭，上臂唔可以用力。打擊嘅時候，
要將力量集中喺手指公同埋手指尾，咁多好似用左右手係扭緊嘅氣咁嘅打擊，雙臂都係唔可以用力。屬於劍術古流嘅念流嘅一位當家通口定廣，亦有喺念流兵法心得入面提到，打擊嘅時候，心入面要有收緊左手手指尾同埋撳手指公嘅意念，右手即係輔助手，無論用咩招式，左手都唔可以唔收緊。至於有關 Tenoichi 扭茶根呢種講法，運動科學都有嘗試去印證。有個研究揾咗10位 Yondan，測試佢哋喺 Suburi 嘅時候，雙手加喺 Shinai 嘅扭力。研究發現，佢哋加喺 Shinai 嘅扭力，只係佢哋最大力嘅1/10左右。即係話，其實唔係扭得好大力，亦可以話其實唔需要扭好大力。另一份研究又發現，揮劍嘅時候並唔係一味向內扭，而係有時向內，有時候向外嘅，同傳統教誨打擊時扭茶根咁樣一路向內扭好唔同。睇睇呢幅圖，呢班山丹同央丹，亦係咪到舉高 Shinai，左右手都向外扭，到打擊嘅時候呢，就將左右手向內扭。講到呢度，其實大家知唔知點樣分手臂內旋同埋外旋嘅呢？我覺得睇住手踭就最容易明啦。如果手踭係由外向身體靠攏呢，就係內旋；如果手踭從身體度離開呢，就係外旋啦。呢個動作連結咗肩關節、手踭同埋手腕。所謂嘅收緊咗胳肋底，就係透過手臂內旋而達到噶啦。唔止劍道會叫你收緊胳肋底，其實打高爾夫球同埋打棒球都有相似嘅指導嘅。研究學者所以覺得扭茶根呢個教誨咧，其實有啲誤導，應該集中喺時機嘅教導，以達至最理想嘅 Tenoichi。呢個講法亦都有其他研究支持。有研究發現，扭茶根咁樣一路向內扭所作出嘅打擊，無論係 man 定係 kote man，都比打擊時放鬆速度為慢。結論係，如果一路係咁扭，就會好似初學者揮劍一樣，肌肉一味收緊，延長咗肌肉嘅放電。所以要打出更快嘅打擊，必須適當咁樣放鬆同埋收緊 Shinai，唔係起勢係咁用力扭嘅。然後我哋睇睇有效咁樣運用手指尾同埋無名指對揮劍有咩影響先。以下呢份研究刻意比較只用手指尾同埋無名指握劍，同埋只用拇指、食指同埋中指握劍嘅分別，發現對高段者嚟講，只用手指尾同埋無名指握劍，無論係反應時間、向上舉刀同埋向下揮刀嘅時間，都比只用拇指、食指同埋中指握劍為短，即係動作快啲啦噃。透過動作分析，亦都發現只用手指尾同埋無名指握劍，手臂會更加貼近身體，達到收緊胳肋底嘅效果。即係話，原來用手指尾同無名指唔單止可以令到揮刀快啲、流暢啲，仲對全身嘅動作嘅細節都有影響啊！更有趣嘅係，研究亦發現，對初學者嚟講呢，無論用乜嘢嘅握法，對揮劍呢都係冇乜影響嘅喎。咁即係點呢？即係話標準握法嘅益處呢，係要透過反覆嘅練習嚟達到嘅，唔係一蹴即至噶。咁呢個都唔難理解嘅。刻意用手指尾同無名指去握劍同埋揮劍，初初其實係有少少違反常識嘅，但係當熟習咗之後，就可以享受成果啦。以下呢個研究集中量度手指喺揮劍嘅唔同階段喺 Shinai 上面加入嘅壓力。對高段者嚟講，佢哋嘅右手喺擊中目標之前量度到比較大嘅壓力，但係喺擊中嗰一刻咧，壓力忽然間會接近0，然後喺擊中之後又維持翻較細嘅壓力。相反，左手嘅壓力咧就會喺擊中之前保持住較低嘅程度，直到喺擊中嗰一刻瞬間達到好高。初學者就冇見到呢個較微細嘅變化啦，通常都係壓力一直保持喺較高嘅程度，即係冇做好 Tenoichi 啦。而且高段者嘅左手腕會展現出明顯更大嘅可活動範圍。簡單嚟講，
就係見到左手腕喐動嘅角度大啲。呢個腕部抽擊嘅動作嘅結果，就係喺打擊嗰一刻加速咗 Sheena， 從而產生咗劍道所講求嘅 Sai 嗰種銳利嘅打擊感嘅 snap。跟住我哋睇睇呢份研究，揾到位 Hachidan Sensei 同一位初學者嚟比較。啲圖表咧就真係難睇啲啊！今次，不過等台長盡量為大家解釋下啦。X 軸係代表時間 ，Y 軸代表加速度，可以理解為力。幅圖同時展示咗上下、前後、左右3個方向嘅加速度。呢個實驗要求測試者做出 Suburi 時嘅基本打擊，同埋喺比賽情況下作出嘅實戰打擊嚟比較嘅。喺幅圖咧就以虛線代表基本打擊，實線咧就代表實戰打擊。一幅圖咧就表達左手，另一幅圖係右手。一邊咧係Hachidan Sensei，另一邊係初學者。最明顯嘅係Hachidan Sensei打 man 嘅時候，佢嘅左右手咧表現出高度協調嘅槓桿作用。左手向前將 Sheena 送出之後咧，係即刻將手腕向後急劇加速，令左手咧作為槓桿嘅支點，視為拉手。另一方面，右手咧就呈現從前方同埋上方往下方去急劇加速，代表右手負責將 Sheena 往下壓，同左手嘅拉回嘅動作咧形成對比同埋互補，好似槓桿咁樣，視為推手。對比之下，初學者嘅左右手嘅前後上下方向嘅加速度波形幾乎完全一致，顯示佢哋係同時將雙手舉起，然後同時向下揮，缺乏咗咧熟練者嗰種左右手一拉一推嘅精細分工。初學者傾向於用膊頭做支點，達至成隻手臂嘅揮上揮落，而唔係運用手腕同埋手踭嘅協調。最後Hachidan Sensei喺打擊之後，透過有效嘅 Tennoichi， 無論係左手定係右手，都有效咁樣控制 Sheena 嘅強烈反作用力，迅速咧令 Sheena 回到靜止嘅狀態，為下一個動作做準備。初學者咧就冇辦法好似熟練者咁樣有效利用 Tennoichi 化解衝擊，Sheena 會隨住打擊嘅反作用力自由咁震動，冇辦法迅速咁樣穩定落嚟。呢方面相信都同大家平時喺多座嘅觀察類似啦，係咪？講開時機，研究人員仲發現，無論係高段者定係初學者，喺打擊嘅前一刻，4組前臂肌肉都顯示出共同收縮嘅現象。呢個係為咗喺打擊時穩定手腕，為吸收打擊嘅反作用力做準備。雖然大家嘅前臂肌肉都有共同收縮，但有段者嘅肌肉收縮咧就嚟得比初學者早。研究人員認為咁係因為有段者識得較早穩定佢嘅人根Hasuji，即係刀刃嘅角度。台長雖然唔係運動科學嘅專家，但係都知道自己唔可以命令自己嘅前臂肌肉隨心咁樣收縮。呢啲全部都係要透過訓練先可以達到嘅成果。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齊努力啦。今日又講住咁多先。如果你仲想聽多啲劍道有關嘅科學理論，歡迎繼續留意 Sixth Station。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啊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